小川和小美高中时就是同桌，可是他们已经整整12年没见面了。这次是因为公司组织的聚会，他们才有机会再次见面。小美忍不住想起那些青涩的岁月，那时候的小川帅气又学习好，还是校篮球队的队长，很多女生都暗恋他，小美也是其中之一。那时的小美除了画画，别的没什么特长，她一直默默喜欢着小川，毕业时都没勇气表白，因为那时的小川有个超漂亮的女朋友，让他自惭形秽。现在的小川是个成功的建筑师，他还记得小美当年在美术部，小美问他还打不打篮球，周围人听到这话表情都僵了。小川没直接回答，只是抿了口酒，示意要走。临走前他们交换了名片，直到有人推来了轮椅，小美这才明白小川现在不能走路。小川努力调整自己的坐姿，坐上轮椅后他带着微笑离开，小美却愣住了。等小川走后，他的同事们才告诉小美，小川大学时出了个大事故，从此双腿就失去了知觉。小美回家跟妹妹聊起这次重逢，妹妹本想撮合他们，听说小川瘫痪后劝他三思，说再帅也不能轻易考虑，心理压力会很大。小美对自己的无心话感到内疚。第二天她特地去公司道歉，小川并不介意，他还邀请小美一起出去散步。走上坡时，小美想帮忙推，小川说不是每次都有人帮忙的，他还是喜欢自己来，不过也希望在需要帮助时小美能伸出援手。小美很钦佩他的乐观与坚强，他们聊起了许多往事，一直到日落才结束。两人都对美术很有兴趣，还约好明天一起看画展。小美回到家就兴奋地挑选衣服，妹妹又开始劝她别太投入。小美回应说他们仅仅是朋友。妹妹直言不讳，普通朋友能让你这么精心打扮吗？这时候爸爸来电催婚，他一直希望小美能回老家生活。第二天小美准时去赴约，她惊讶地发现小川驾车而来，原来他的车子已经做了改装，只需用手就能操作刹车和油门。这位眼镜男是小美从小的好友，一直在暗中喜欢她。当他知道她和小川单独出去，他感到非常不安，感觉很苦恼，毕竟对手是小川，他觉得没机会。小美和小川到了画展，却发现展览楼只有楼梯无电梯，小川无法进去参观。他本想回车里等小美看完，但小美和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，难道不能走楼梯就没权利看展览吗？这也太不公平了。小川劝慰了激动的小美，小美感到很内疚，她没能提前了解展览的具体情况。小川温柔地告诉她不必总是道歉。随后他们去了一家餐厅，进门遇到熟人，开始八卦。小美急忙解释他们不是在约会。坐下后她意识到自己说的不妥，赶紧澄清不是看不起小川。小川开始讲述他高中后的生活。自从他出事故之后，他的高中女友和他分手了，他们原本可能会结婚的。自那以后，小川就放弃了恋爱和结婚的念头。小美不理解，为什么？不需要放弃啊。小川坦白，他有时会有失禁的问题，谁会想要一个这样的男朋友？小美情绪激动，真爱是不会在乎这些的。但小川已经决定了，他明确表示对小美没有那种感觉，让她不用担心。小美听后很不是滋味。回到家，小美偷偷哭了起来，她很后悔自己总是说话不经大脑，总让小川难过。小美以为这次真的没法再继续下去了，没想到第二天小川又找到她。原来这周末有个同学聚会，小川本来不打算去的，但他收到了前女友的一封信，前女友想在婚前最后见他一面。小川希望小美能假装是他女朋友，一起去聚会，这样可以帮他彻底断了过去，让他放心大胆的去结婚。小美自然是答应了。聚会的那天，小川的前女友一直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小美，她把小川叫到一边私聊，小美好奇就悄悄跟过去偷听。虽然分手是小川提出的，但前女友立刻就答应了，她不想终身做别人的护理员。分手后她很快就找到了新的未婚夫，现在她希望得到小川真心的祝福。她不停地道歉，但小川就是不愿去参加她的婚礼。前女友甚至说她一直最爱的人是小川，又爱又恨，真不知道她未婚夫的感受。小川只是笑了笑，然后走了。之后前女友在洗手间和小美有了一场小冲突，说小川以前多完美，可惜他现在瘫痪了。这话让小美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人无完人，正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，我们才更需要有人陪伴。小美发现小川一个人离开了，她急忙追了上去。这时发生了尴尬的事，小川突然尿失禁了，小川完全崩溃了。他一向很自尊，不想在小美面前出丑，但小美一点也不嫌弃，只是默默地用自己的大衣盖住他，然后缓缓帮他回家。回到家，小川向他坦白，他体内植入了钢钉，非常痛苦。刚出事那会儿，他也曾想过自杀，但连死都做不到。从那以后，他决定要坚强地活下去。小美听着听着就忍不住哭了，她对小川的敬佩更深了。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可我呢，常常还没怎么努力就放弃了，还是没什么主见。小川告诉我，人生是自己的，有梦想就得去追。听了小川的话，我感觉被鼓励了，决定重新开始追求我的梦想，做一名内设计师。后来我们一起去参加了小川前女友的婚礼，小川真心地送上了祝福，他也决定要开始往前走了。小川代表公司去参加了个设计大赛，只要赢了就能拿下这个项目。小川和团队成员一起努力，夜以继日地修改每个细节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找到了自信和自己的价值。可世事总是难以预料，在设计快完成的时候，小川突然发高烧，被送进了医院。医生告诉我，因为小川长期坐轮椅得了褥疮，但因为他下半身没有知觉，
所以她一直没发现，现在已经引起了全身感染。小川只能留在医院治疗。他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惦记着比赛，他坚持要出院回去完成自己的部分，否则其他人的努力都会白费。小川不想因为自己的残疾而获得同情，小美帮他带来了设计图，让他能躺在病床上完成设计。长时间躺着让小川经常呕吐，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。小美想帮他分担压力，于是就带着试试看的心态通宵帮他上色。努力总会有回报，他们的作品最终赢得了冠军。小美高兴地带来啤酒和小川一起庆祝，啤酒泡沫不小心喷到了小川身上，小美帮他擦干净，两人靠得很近，气氛变得很微妙。就在他们准备接吻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女人进来了，她二话不说就抱住了小川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她是之前一直照顾小川的护工，她之前出国了一段时间，这也是为什么小川这段时间照顾得不太好。护工像妈妈一样的关心小川，小美觉得有点尴尬，找了个借口先离开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小川发现了一只被遗弃的小狗，看得出他特别喜欢。护工看在眼里，建议他收养这只小狗。小美心里还挺失落的。小川把这事儿告诉了小美，还邀请她一起来看看小狗。小美的心情顿时好了不少，她买了狗粮就冲到小川家去了。俩人一起给小狗起了名字。护工还特意为小川准备了几天的饭。弄好一切后就离开了。等护工走后，小川解释说，这个护工一直都很细心的照顾他，但自从他结婚后就很少来了。原来他已经结婚了。小美听了总算是松了口气。小美又约小川去看画展，可到了目的地，小川惊呆了，这儿是个篮球场，根本没有什么画展。原来这是小川的好友情人搞的鬼。自从小川瘫痪后，他就没再碰过篮球，装了一只的情人鼓励他再试一次。这里有很多和小川一样的瘫痪球员，而球队正好缺人。看着轮椅上的球员们在场上飞奔，小川想起了自己高中时候的篮球场景，他发现自己还是爱篮球的。经过一番思考，小川鼓起勇气，决定加入他们，重回篮球场。小美在场边像个学生妹一样给他加油。比赛结束后，小川笑得特别开心，他很感激小美。自从重逢以来，他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，真的很高兴遇见你。两人回到家，发现小川的妈妈来了，他仔细观察着小美，眼神里满是喜欢。他提议要做饭，但发现家里没食材，小美主动提出去买。他出门后，川妈笑着说，这孩子挺好的，我很喜欢他。川妈想让小川跟他回到老家去生活，儿子一个人在大城市，他总是担心，但小川坚决要留下。他刚接受了自己的瘫痪现状，重拾了信心，努力向前，还实现了梦想。他不想回去，只想自己独立生活。川妈看儿子这么坚定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觉得小美在身边也不错。可小川却说，他已经放弃了恋爱和结婚的念头。这时候小美刚好买完东西回来，她听到了小川的话，大声说，我回来了，提醒他们他回来了。她假装没听到刚才的对话。川妈越看小美越是喜欢，两人还交换了联系方式，看来以后应该不会有婆媳问题了。小川加入情人的篮球队后，球技提高很快。比赛后大家去聚餐，大家喝得很开心。这时来了两个态度不友好的年轻人，他们抱怨轮椅占了过道，开始嘲讽他们，说为什么不去残疾人专用餐厅。情人开始和他们争执，小美起身去劝架，那些人开始调戏小美，这可忍不了，双方一言不合就动手了。回到家，小川感到很沮丧，他觉得没能保护好小美，于是想要推开她。小美伤心的离开了。之后好几天他们都没见面。小川努力忙碌，不想去想小美。老板知道后来牵线搭桥，两个人在一起总要有所牺牲，双方都显示出牺牲精神，这样恋爱才可能有结果。川妈后来找小美谈心，小美对川妈坦白，她已经暗恋小川10多年了。川妈说小川出事后能活着就很感激了，但她也希望长子能找到幸福。听后小美决定要勇敢一次，正式向小川表白。她这次是专门来找小川的，结果发现小狗不见了，他们俩连夜去找。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小美想把自己的衣服给小川披上，小川却拒绝了。小美气坏了，因为她太在乎，所以才想要照顾她。小美忍不住哭了出来，小川也心软了。他们回到家时发现小狗其实一直在家，看到彼此湿漉漉的样子，忍不住笑起来。小川终于放下心防，他接受了小美的感情，他们决定正式开始约会。小美选了一个设施齐全的地方，并且准备了便当，小川也买了条项链作为礼物。唯一的遗憾是他们不能一起登山看风景，但只要能和小川在一起，任何景色都很美。长假即将到来，他们的家乡是同一个地方。小川开车先把小美和她妹妹送回家，恰好遇到了小美的父亲。小川因为没有下车打招呼，父亲对他的第一印象不佳，觉得他不够礼貌。小美坦白小川是残疾人后，父亲非常生气，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。小美心情很糟，她偶然遇到了小川的前女友，对方告诉小美自己当初会跟小川分手，也是迫于家里人的压力。小川并不知道这个事实，告诉了也没用，后来他还是选择了放弃。前女友看出小美从高中开始就喜欢小川，她鼓励小美如果真喜欢就坚持。小美在老家的日子几乎每天都要和爸爸吵架，爸爸还是希望她回家，希望她在家人身边生活。在小川的鼓励下，小美决定她要留在东京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她不知道爸爸已经生病，爸爸一直没告诉她真相。小美担心留下来会让爸爸更加生气，所以决定和小川一起提前回东京。
两人一起回到了小川的家，一进门就看见护工在照顾小狗，小美心里有点酸酸的。小川居然把家的钥匙给了别人。护工私下里问了好几次，小美真的准备好照顾残疾人了吗？他对小美挑三拣四，就跟恶婆婆一样。护工走后，小川向小美解释，原来这个护工曾救过他，那时他刚出车祸，想过要自杀，是他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，一直在他身边鼓励他。虽然他不能走路了，但他的头脑还是很清楚，还是可以追梦的。听了他的话，小川才坚持做康复，最终实现了成为建筑师的梦想。小川的老板也是他引荐的，起初他很没自信，但老板鼓励他，虽然他成了残疾人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比其他建筑师更懂得残疾人的需要，能帮助更多的残疾人。听了更多关于小川的故事，小美决定今晚不走了。小川伤感地说他没有那方面的能力，小美说她不介意，她想整晚陪着他。他们在床上甜蜜的拥抱，同时新婚不久的护工正在写离婚协议。原来他真的喜欢小川，他之前的婚姻是家人安排的相亲，他们之间根本没有感情，这都是些什么戏码啊？小美决定自己学习护理知觉，她不想在小川有事时只能无助地站在旁边。小美每天下班后去上护理课，然后还要去小川家，回到家还得学到深夜。她真的很在意护工的存在。一天晚上，小川痛得无法睡觉，他给护工打了电话，护工立即带药赶过来，确保他安顿好才离开。但小川的腿疼还是没消，开会时腿又开始痛。小川忍痛用圆锥戳自己的腿，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讲方案。这是一种幻肢痛，大脑以为腿还在，其实已经动不了，就会感觉到疼痛。小川这么做是为了让大脑明白自己的腿已经没有知觉了，这种痛一旦发作只能忍，连止痛药都不管用。小美在室内设计上也进步很快，现在已经能独立接活了。她设计的家居风格非常温馨，老板对她的工作也很满意。老板无意间问起小美，小川的腿疼怎么样了？小美才知道小川腿疼的事，她心里特别难过。小川不想让她担心，所以没告诉她。后来小美又去学习了相关的知识，她发现有种新型方法可以缓解幻肢痛，是用 VR 模拟出缺失的肢体，向大脑传递一个善意的谎言。这种治疗方法连小川自己都不知道，小美这么用心，让小川感到很幸福。那天小美下课后直接去了小川家，正好碰到了女护工。原来她早就知道小川幻肢痛的事，之前还半夜赶过来帮忙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护工竟然打算搬到这栋公寓楼，这样就能更快地赶到小川身边。很明显，护工已经成功离婚了，她的前夫甚至从未出现过。护工说想成为小川生活的支柱，哪怕牺牲自己的人生也愿意。之后他还对小美说了几句教训的话，他不打算把小川让给小美。小美一时语塞，我也是，这男主的魅力真的这么大吗？一下子收获了2个迷妹。第二天，小美去小川公司送文件，正好碰到情人因为和老板吵架而崩溃，就是情人让她体会到轮椅篮球的快乐。当小川帮到跟自己一样有障碍的人，她感受到的快乐是真挚的。虽然作为残疾人难免感到自卑，但他们确实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。只要想到能帮助别人，她就有动力每天都努力过得更好。最后情人也被安抚了下来，这让小美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小川作为残疾人内心的苦楚。小美因长时间工作过劳，正在等电车时突发意外，她突然晕了过去，还不巧被旁人撞了一下，结果从站台上摔了下去。小川看着电车即将进站，急得团团转，却无能为力，只能坐在轮椅上无助地一遍遍呼唤小美的名字。工作人员立刻启动了电车的紧急制动，成功地救了小美，然后把她送往了医院。后来查出小美因贫血才晕倒，幸好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她的左脚骨折需要2个月才能痊愈。小川很自责没能及时抓住小美，小美却庆幸自己没拉住小川，否则可能会连她一起拉下去。小美的父母赶到医院后，父亲严厉地责怪了小川，小川诚恳地道歉，却还是被赶了出去。之后他从小美的好友眼镜男那里得知，小美之所以那么累，是因为她去上了护理课，这让小川感到更加自责。后来父母将小美接回老家休养，小川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这样的关系对我们真的好吗？老板及时与他谈心，你不会因为想对小美负责就选择分手吧？那样他会更伤心的。小美家人故意不给她带充电器，她的手机没电了，联系不上小川，她感到非常焦急。她向妹妹借了手机打电话过来，电话却被女护工接了。小美急忙挂断电话，护工还偷偷删除了通话记录。哇，这操作，请公平竞争好吗？小川希望在小美转院回老家前再见她一次，却先遇到了她的爸爸。爸爸向他讲述小美小时候的哮喘历史，那时都是爸爸冒着风雪背她去看医生。爸爸请求小川和小美分手，他坦诚自己患有心脏病，担心自己时日无多。小美是他的掌上明珠，他担心他没有足够的坚强去支持一个残疾人一生，希望能找一个能继续照顾他的人托付小美。小川给小美打了个电话，明天小美就得回老家继续治疗了。小川说他会去送她，正当他准备开车的时候，突然晕倒了。小美一直等不到小川的到来，心里满是失望。小川本想把发生的事告诉小美，但被护工拦下了。他说这会让小美更加担心的。小川特别懊恼，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出这种事？小美回到家后就没再笑过。爸爸劝她尽快忘记小川，小美一下子就明白爸爸找小川说了什么，父女俩因此大吵一场。小美实在理解不了爸爸的苦心，在她看来，
小川跟正常人没两样，他从没觉得自己是在照顾小川，他只是想和他一起生活。小美不懂，帮助自己爱的人，难道有错吗？小美心情沉重的出门散步，正好遇到了小川的前女友。前女友奇怪为什么小川没有去送小美，他知道小川不是那种草率的人。前女友打电话给小川，示意小美别出声，他们这才知道小川已经住院了。小美急着想回去，结果被爸爸狠狠训了一顿。冷静了一会儿，她还是决定收拾行李出发。妈妈贴心的为她准备了饭团。妈妈叹息，小美一向很听话，这是她第一次反抗家里。她的发小陪她一路到小川的医院，送完小美后，发小又去小川家帮忙喂狗。一路上他们聊了很多，一个关心小美，一个关心小川，形成了所谓的备胎二人组。但发小心里清楚，现在表白也没用。护工回来后跟医生交流了一下，小川已经3天没有自然排便，需要进行人工帮助。小美坚持自己来试试，小川哭着让她离开，说这太尴尬了，这是真的太难为情了。护工又是一顿训斥，他责怪小美回来让小川情绪波动。护工终于摊牌，他说他也喜欢小川，他觉得自己比小美更能照顾他。小美伤心的走了，他对发小发了一通脾气，发小没生气，反而努力逗他开心，然后背起他就走。护工让小川到窗边看，或许这就是小美爸爸想找的人，能好好照顾他的人。小川的检查结果出炉，只是疲劳和压力造成的，几天后就能出院。小川急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美，他们约好出院后再一起出去约会。但小川想借着机会提分手，他知道会后悔，他把小美当作无可替代的人，但还是希望小美能离开他，找到更好的幸福。随后他们共度了美好的一天，小美的腿也好了。那天傍晚，小川含泪说了分手，小美在他怀里哭个不停，但小川已决定了。小美伤心的回家，得知爸爸晕倒，发小连夜陪她和妹妹回家看爸爸。幸亏爸爸没大碍，只需住院检查。小美告诉爸妈自己和小川分手了，她决定辞职，决定正式搬回老家，一是照顾爸爸，二是避免见到小川。老板偷偷告诉了小川，小川赶到车站时，小美已经走了，他们就这样再次错过了。小川真不甘心，回家变成了整理狂，他无力地捶打着自己的腿。护工刚好回来，听说他们分手后，他哭着表白了。护工迫切希望一切能回到原点，回到小川未遇见小美之前。那晚，小川和小美都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，他们开始了各自的生活。发小邀小美来东京看音乐会，音乐会后两人一起散步，散步时他突然求婚了。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彼此了解透彻，他觉得他们可以跳过恋爱直接结婚。这一幕正好被小川撞见了。小美给了他一个好人卡，拒绝了求婚，因为他还没法接受小川提出分手的理由。发小一时冲动吻了他，小美没有抗拒，他揽住他的腰，试图回应他的吻。小美回老家时遇到一个男人，男人想为突然生病的妻子建一个有无障碍设施的新家。小美觉得自己帮不上忙，她建议他找更专业的建筑师。男人说他找过一位很有名的建筑师，但是被拒绝了。没错，那个人就是小川。小川拒绝的原因是他深知那位妻子的心情，作为残障者，他不想给伴侣增加负担。果然，当小美去和那位妻子聊天时，妻子表示很庆幸建房被拒，她不想让丈夫花那么多钱为她建新房。几天后，妻子完全瘫痪，只能坐轮椅，她想要自杀，幸好小美及时帮忙找到了她。妻子表达了不想给丈夫添麻烦的想法，她宁愿离开这个世界，也希望丈夫能过得更好。小美深有感触，她情绪激动地劝阻了妻子。丈夫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，他说自己的幸福就是和她在一起，看着她的笑容，让她开心，实现她的梦想也是她的梦想，这才让妻子理解了丈夫的真心。要是小川也能这样就好了。对，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？小美立刻奔向东京找到小川。小川看到他时愣住了，他本以为他们再也不会见面了，那对夫妻成了他们的生动例子。小美对小川也有同样的感情，但她没有提及他们之间的事，她只是说服小川回老家看看那对夫妻，然后再决定是否帮他们建房。这次机会让他们重新交换了联系方式。那天晚上，小美居然接受了发小的求婚，她爸妈对这个女婿也挺满意的，爸爸笑得合不拢嘴。小川特地赶回老家去见那对夫妻，可女人突然不愿见面了。小川还是坚持要跟他单独谈谈，才知道那男人开了20多年的餐厅。后来小川就把新房和餐厅设计在一起了，设计既满足妻子的无障碍需求，又让丈夫能继续经营餐厅，这样两人的梦想可以一起实现。这个方案解除了女人的所有顾虑，这也是小川的人生观。他觉得相爱的人应该互相扶持，而不是单方面的牺牲。小美把夫妻俩的新房建设都安排好了，小川觉得他现在真的变得很有主见，而且坚强多了。但他们还是没聊私事，他们约好几天后一起去山里去看看别墅样板房，然后就各自离开了。下周小美就要和发小正式订婚了，她不想辜负发小多年的关心，这样爸爸也会开心，大家都会开心。可她自己呢？女护工知道小川和小美要一起工作，心里很不安。她找到小美，谎称她和小川在交往，让小美和小川保持距离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小美和发小去拍婚纱照的时候，偶然遇到了小川的妈妈。小川妈妈还挺喜欢这个未来的儿媳，但她还是鼓励小美忘掉过去，向前看。小川给妈妈的结婚礼物是去夏威夷的蜜月旅行。小川妈妈告诉了小川，小美要结婚了。小川只能苦笑，默默接受这个事实。他第一次主动请女护工来家里吃饭，他亲自下厨，
还准备了红叶。偶然发现上周护工去了他们老家，护工坦白了，他害怕失去小川，所以去找小美，还谎称他们在交往。护工自己也很烦恼，变成这样，他无助的哭了。小川没有责怪他，只是轻轻的安慰他。然后夫妻的新房也慢慢开始筹划，小美和小川一起努力，一点一点推进。小美和她发小也在忙着准备婚礼，似乎每个人都在迈向新的生活。但突然家乡发生了地震，不幸的是小川一个人在山中的别墅样板房，结果被脚手架压住，动弹不得。地震过后，小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小川，她赶紧往他家跑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小美又跑到新房工地看，这里也没人。她突然想到她可能去山里看样板房了，那儿正是地震的震中。从地震发生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，发小和护工也在赶那边。护工对小美说，小川如果再不排尿，毒素累积可能会危及生命，山路已经塌方了。小美没等车，直接跑了过去。小川快撑不住了，这时他脑海中浮现出小美甜美的笑容，他告诉自己一定要活下去。小美傍晚时分终于赶到，他立刻帮小川脱险并处理了倒尿。小美既气又担心，责怪他为什么一个人默默去山里，但更多的是感慨他还活着真是太好了。两人情不自禁地拥抱起来，但很快感到这样似乎不太合适，又松开了。小美第一时间给护工打了电话报了平安，他们还在路上，没法过来，因为山体滑坡，道路已经被封锁。那天晚上小美和小川只能留在山上的临时避难所，两人难得有机会面对面的深聊。小美向他坦白，人有时候确实需要别人的帮助。两人忍不住回想起以前一起寻找小狗的事，虽然笑过之后又陷入了沉默。避难所里没有多余的被褥，一个好心的工作人员让小川去他的车上休息，至少能躺下来。小美坚持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，他们一边嬉笑一边开始玩起了扑克。小川忽然说起当时被困时他的脑海里全是小美，坦白说他真的害怕再也见不到小美了，所以他重新找回了生存的意志。能再看到小美的笑容真是太幸运了。听到这些，小美也忍不住哭了。另一端，那对备胎还在路上堵着呢。护工问发小，你不怕他俩和好如初吗？担心有啥用啊，都快结婚了，当然要信任他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川还在睡觉，小美拿着车上的素描本画他的睡颜。备胎2人组终于也到了。小美没告诉发小她陪小川过夜的事，结果工作人员不小心把素描本给了发小看，看这帽子真是太绿了。发小把小美送回了家，小美妈在客房给他们铺好了床，小美却不想和他同床，急忙把床拆开了。小美感慨发小总是那么冷静，她不知道发小听说地震时因为担心她，慌乱地磕到了脚。发小没提素描的事情，只是深深地把她拥进了怀里。小川回去后就把剩下的新房事宜交给了同事处理。小美和发小正在试婚宴菜品，接下来要准备的是伴手礼。这件重要的事却让小美时不时出神。如果一切顺利，动土仪式将是小美和小川最后一次见面，之后可能就再也不见了。他们的目光却依依不舍。车开到半路，小川突然叫司机停车。另一边，小美在听人讲述这对夫妻的故事。不管将来怎样，遇到什么困难，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面对，我已经此生无憾。这话突然点醒了小美，同伴看出她要做什么，这次不要再放弃了呀。小美飞奔出去，发现小川也被同事送回来了，两人都有事要告诉彼此，他们都在为同一件事后悔着。小川把小美带到自己大学时出车祸的地方，讲述着自己的后悔。如果那天没下雨，如果他没骑自行车，如果他走了老路，一切都不会发生吧。两人都不想在后悔中度过余生，于是小美狠心推掉了与发小的婚约，而发小原本已经准备好钻戒要跟小美正式求婚了。妹妹知道后很伤心，骂她自私。原来妹妹一直喜欢着发小，喂，这也太狗血了吧。发小连夜驱车从老家赶去东京找小川，小川很抱歉，一直强调是自己请求小美跟他重新开始的。发小很生气，想揍他一顿，但终究还是下不了手。发小把小美画的画给了他，两个男人友好交谈了一番。发小决定正式把小美交给小川，或许这就是成年人对爱的克制吧。他可是整整喜欢了小美30年啊。之后小川也跟照顾了自己10年的女护工说清楚，自己无法回应她的情感。备胎2人组就此陨落，终究是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小美回家跟爸妈说了自己想跟小川复合的决心，爸爸不出所料的又被气了个半死。从那以后好几天都没跟小美说过一句话。小美的妹妹跟发小表白了，但却被发了好人卡。发小从小就一直把她当作亲妹妹一样看待，无法再用别的感情对待她了。小川即将要去一个偏远的地方测量数据，小美放心不下，于是想拜托女护工陪她去。护工感叹她变了，之前的她一定会坚持自己陪小川的。小美意识到在照顾小川这方面还是护工更专业，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爱吃醋了。想跟一个残障者一起生活的话，就必须把他的日常生活看成自己的。专业的护工是小川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护工答应了小美的请求。小川为了得到小美爸妈的认可，一次又一次的上门拜访，却次次被小美爸爸拒之门外。但小川没有放弃，一次不行就来2次、4次、10次，这样才能显示他的诚意。这次他绝不会再放弃。护工听到小川的决心后，终于决定彻底放手。他主动提出结束看护关系，抱歉自己一直默默坚持着无果的喜欢，今后要跟小美互相支持，好好生活。
小川也非常感谢护工10年来的支持，庆幸与他相遇。之后，护工联系了发小，备胎2人组一起喝着闷酒，两人都选择放手，成全小美和小川。一个浪费了10年，一个浪费了30年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你们两个不如一起吧。另一边，小川妈得知两人复合，激动得快要哭出来。这儿媳妇真是越看越喜欢。第一次见到小美，她就觉得这女孩能给儿子带来幸福。小川妈叮嘱他们不要再闹分手了，两人也都下了决心，这次他们不会再分开。第二天起床，小川向小美求婚，小美没犹豫，直接答应了。好家伙，看来帅真的可以为所欲为。没有鲜花，也没有戒指。小川再次拜访小美爸，这次老爷子终于同意单独谈谈。小美爸的工作让他常接触残疾人，他以为小川会理解残疾者家属的辛苦。小川理解，但他还是想自己给小美幸福。你怎么给？你这身体能保护谁？我会提前考虑，尽量避免让小美遇到不测。小川坦言，以前他都是随遇而安，但自从遇到小美，生活彻底翻天覆地。第一次，小川想要守护一个人，想和他共度余生。他一直在想自己能做什么让小美幸福。小川很认真地跟小美爸表达了想娶小美的意愿，他需要小美，同时也希望成为小美所需要的那个人。经历了那么多波折，小美爸虽然被感动，但还是拒绝了他，再次劝他放弃。这次，小川坚决表示自己绝不放弃。上次分开后，他已经想通了很多事。小美爸没有再说什么，准备离开。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，小美爸长期有心脏病，这时突然发作。小川并没有慌张，他迅速用智能手表拨打了紧急电话，并清楚地报告了小美爸的症状和他们的位置。小美爸艰难地指了指自己包里的药，小川的轮椅过不去，他果断解开安全带，爬了过去，取出药物喂给小美爸服下。之后，小美爸被紧急送往医院，及时服药和救治，保住了他的生命，但需要尽快进行心脏手术。小美和她妈妈听到消息后赶到了医院，小川很自责，他怪自己一直逼着小美爸应战。小美妈并没有责怪他，反而感激小川能在小美爸身边。小川帮不上忙，就先回家了。小美爸醒来后也嘱咐小美告诉小川，不要自责，这不是他的错。这一家人都特别善良。就在他们稍微松了口气的时候，小美爸的病情突然恶化，发生急性心肌梗塞，紧急送进手术室。妹妹急匆匆赶到，非常生气，她责怪小美和小川一直让爸爸生气，导致他生病。发小把情绪激动的妹妹带走了，安抚她。原来是他建议小美爸去和小川谈谈的。妹妹完全不能理解，怎么能这么不要脸？毕竟小川曾是你钟情了30年的未婚妻的现男友。发小真是大度，他觉得小川经历了这么多，一定比自己坚强，所以小川的内心一定非常坚强。不得不说，这发小真的很有人情味，真不愧是男人中的男人。太好了，小美爸的手术非常成功，她也顺利醒过来了，有点戏剧性。现在小美爸也得坐轮椅了，心脏刚做过手术，她还很脆弱，真的很脆弱，站起来都会觉得头晕。小美爸得需要长时间的复健才能再走路，这让她很是沮丧，因为他们的婚事未得到同意。小川没法直接去看望，只能在医院底下跟小美碰面。小川很能理解小美爸的心情，他自己开始复健时也是这样。小川建议他们慢慢来，设一个小目标，让爸爸有所期待。小美跟爸爸说，想一家人新年一起去抽签，所以爸爸要赶快好起来。这下小美爸也有了目标，他要陪他的宝贝女儿去。小美爸开始努力复健，小川每天都从东京赶来医院陪小美，一直在给建议，教她怎么更好的帮助爸爸。小美妈一直在窗户后偷偷看，很快小美爸就能站起来走路了。不久后连椭圆机也没问题了，仅仅2周小美爸就能出院了。之后只需定期复查。小美妈拉着她一起看，你看看，支撑你的是小美，但小美背后是小川啊。后来小川妈和小美妈见面了，小川妈感谢小美纯粹的爱让小川放下心防。小美妈听说小川少时丧父还这么坚强，既心疼又佩服。那一天，小美爸竟然主动来到小川家，他首先感谢小川救命之恩，但说不能因为这就同意他们结婚。不过这次坐轮椅让他彻底想通了，保护不仅仅是用肉体，不只是靠体力保护别人。住院期间，他看到了小川默默支持小美，小美爸觉得很羞愧，他因为小川是残疾人就觉得他弱。终于小美爸同意了他们的婚事，他想看宝贝女儿穿上婚纱的样子。小川和小美立刻去登记结婚，很快就举行了婚礼，进展真是快如闪电。原来去见心爱的人就应该跑步前进。小美挽着爸爸的手，一步步走向小川，在亲友的见证下交换了戒指。小川在大家面前发誓，遇见小美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他们将来会互相依靠，互相扶持，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。从此，小美和小川过上了平凡而特别的日子，温暖又幸福的日子。